值得注意的是，据塔斯社周日报道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采访时称，俄方并不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，但基辅进一步拖延谈判将给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添变数。他还说，拒绝谈判的人应当明白，进程拖得越久，协商的难度就越大。不过，泽连斯基则在近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已经不想再与俄罗斯进行谈判。Well, first of all, setting ultimatum conditions, and you meet them or we will keep invading. So that's their strategy. And I don't want to play this game. I don't like this. 对于泽连斯基的强硬表态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回应称，俄方当前下最后通牒是为将来提出要求做准备，他也知道这些要求，按俄罗斯的条件全面投降。就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周一发文分析称，俄军哈尔科夫地区的失利是俄军调整策略和乌军反击的共同结果。乌军看来形成了一些战役反击能力，对俄军形成了压力。现在的新态势是，俄军有望将顿巴斯全打下来，但还差点火候。俄军把哈尔科夫地区的军队都调过去，更有可能完成那里的占领，但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线就要舍弃。胡锡进认为，俄乌的国力及军力对比是无法逆转的，俄军还有在这场战争表层之下玩底牌游戏的核威慑力量。乌军没有能力赢到逼俄罗斯投降的层面，他要在西方鼎力支持下拖垮俄罗斯，也需要一场漫长的战争。乌方会为此付出比迄今多得多的牺牲。对于塑造这场战争的结局来说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还远远不够力度，不排除西方和乌克兰有打舆论战、夸大进展意义的因素。俄罗斯的最大挑战不是乌军能够变得有多强，而是这场仓促战争带给自己，包括西方严厉制裁的整体消耗。这种消耗的延长无疑是痛苦的。乌克兰军队声称在北部哈尔科夫方向夺回伊久姆、库皮扬斯克等多个战略重镇，这对已持续200天的俄乌冲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注意到很多评论都喜欢将这次俄罗斯军队从伊久姆、库皮扬斯克在内的多个东部战略重镇撤退，跟今年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军相提并论。我认为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。当时俄军从基辅撤退，虽然从客观上来讲，的确是因为俄军已经拿不下基辅，但是从主观上面来讲，也的确有俄军主动进行战略战术调整与收缩的意味在里面，也就是把伸出去的5个手指头缩回来，握成一个拳头，准备重点进攻与拿下乌东地区。而这次把军队从伊久姆、库皮扬斯克撤退，尽管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这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，以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，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次俄军被动式的撤退。也就是说，从基辅撤退的时候，俄罗斯军队还抱持着拿下乌东的希望，而从伊久姆、库皮扬斯克撤退，这恐怕会让俄军陷入到至少短时间内的低沉与迷茫状态当中。所以对于俄乌冲突来讲，这真的有可能是影响和决定这场战争最终走向的一个关键性战役。那么至于在此之后，战争态势是否会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乌克兰，越来越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，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。之前乌克兰方面一直放风要在南部决战，现在却在东北部获得突破。您是如何来看俄乌两军的表现？在我看来，乌克兰之所以会憋住了劲，甚至不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，也要拿下伊久姆和库皮扬斯克等北部战略重镇，无疑是想要达到这么几个目标：一是通过这一战役进一步提升乌克兰国内军队与民众的士气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乌克兰要在关键的时候挽回、巩固，甚至重新提振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信心。我们知道，足足200天的战争打下来，尤其是一方面随着战事陷入焦灼状态，另外一方面，西方国家普遍陷入到了缺油少气与高通胀的痛苦当中。不仅西方民众普遍出现了厌战与反战情绪，就算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在重新思考援助乌克兰究竟值不值得，要不要继续援助下去。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乌克兰军队想通过这样一场胜仗，让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民众重新看到希望，看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投资回报。而西方设想的投资回报，
就是不仅要打败俄罗斯，而且要全面削弱俄罗斯，从此一劳永逸地去除西方国家一个持久的心头大患。除此之外，乌克兰还想通过这一战役打击俄罗斯国内的军心与民心，让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全面爆发出来。这就是乌克兰连日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所谓大捷的原因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，针对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俄罗斯二战以来的最大溃败的说法，俄方并不承认，认为这是自己主动的战略战术调整。我认为假如俄罗斯经过这次调整能够重新站稳脚跟，那他们肯定想将这样一场战事进一步导入到持久与焦灼战状态，尤其是期盼着能够将战事拖入今年冬天。因为在俄罗斯看来，进入寒冬之后，欧洲国家油气资源的供应将会进一步紧张，物价会进一步飞涨，民怨会进一步沸腾，反战声音将会重新抬头。也就是说，俄罗斯也在希望以此来争取欧洲的民心。那么您又是如何前瞻俄乌冲突的走向？冲突双方如何抉择？其实，在正式发生的第2天，我就曾经预计，这场冲突将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持久战与焦灼战状态，并且认为时间拖得越久，形势将会对双方，尤其是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。为此，我还认为，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，都应该及时停损与止血。首先，从大势和力量对比上面来讲，号称为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，显然是对乌克兰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。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，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只有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打，它实际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。乌克兰背后站着的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、北约以及整个广义上的西方世界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假如我们无法评判俄罗斯与西方的军事实力，那只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对比就可以知道了。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不上韩国，而且经济结构比较依赖天然资源的出口，因此无论是经济、科技还是军事实力，俄罗斯跟西方都不在一个量级上。也就是说，俄乌冲突之所以会打到今天这样的局面，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并不仅仅是跟乌克兰在打，而是因为整个西方国家都在拉偏架、打群架。其实我认为，中国有句古话叫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。从气势上面来讲，俄罗斯军事实力最强的状态就在开战的第1集。假如俄罗斯能够在第1集中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24小时之内拿下基辅，48小时之内拿下乌克兰，那这场战事就提前结束了。但是假如俄罗斯没有做到这一点，那形势就会不太妙。因为接下来在西方的全面经济封锁与金融制裁之下，俄罗斯的国力与军力都将缺乏重新造血的能力。相反，乌克兰不仅可以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武器援助，而且西方还在其境内帮助乌克兰训练强大的后备军。